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云南昆明。云南是个好地方，每年很多人会来这里旅游。假如说是你来这边是选择自己开车还是坐火车来的？如果是我以前，基本上就是坐那种绿皮火车，睡一觉可能就到达目的地了。那今天带大家来看的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条铁路线路。这条铁路叫做滇越铁路。听名字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是跨国铁路，它也是我们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，当然也是云南的第一条铁路，也被称为米轨铁路。应该听到米轨大家非常陌生，它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叫窄轨铁路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看看前面。那铁路大家都知道，两根钢管，中间这个是枕木。它这里为什么叫窄轨铁路呢？因为它这个宽度只有1米，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铁路不一样。比那个窄，就跟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有一个洲际的那个铁路线路啊，从北京到哪里啊？我一下忘记了，要走俄罗斯。那当时包括现在，如果一出我们国内，在那边就要更换，它那边的铁路线路相当于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铁路，大家猜一猜用了多少年？1904年动工，1910年4月份通车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铁路线路到现在是112年了。那这个滇越铁路在我们国内的长度大概是465公里，车站34个，桥梁425座，隧道155座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沿着这条铁路一直走，能够走到一些隧道。刚进这里没多久，看到路边有一个牌子，大家能看懂这个吧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这个是下坡，长度210米。这个地方应该属于昆明的宜良。我刚刚是在路边行驶，然后看到这个铁路线路，然后找了一个村镇走进来。同时呢，也有很多游客来观赏这条铁路线路，因为这个现在也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点，它也是世界遗产名录。所以来玩的人非常多啊，因为确实也代表了一段历史。很凑巧，在这里听到火车的鸣笛声，即将有火车往这里通行。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条线路，它是旁边这里叫做南昆铁路，这是一趟客运的，不知道在哪里到哪里，没有看清楚。这种绿皮车以前我经常坐，我特别喜欢坐这种绿皮车。晚上睡一觉到达目的地。这些钢枕才是100多年前的，就没有替换，这个是原版的，很少见吧。那前面中间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我对这个不太熟悉，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。这些钢枕挺巨大的，这样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轨道确实很窄。大家有知道中间这2根钢轨是干嘛的吧？这里又不存在变道，有知道的说一下啊。这条铁路比较奇特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就是全程没有用一根枕木，基本上用的就是钢枕，还有那些水泥的。最早建设的时候，应该是不是全部用的钢枕？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前面又来了一趟，我们在这里看一下。来了，这是一趟货运的，刚才看到的是一趟客运的。南昆铁路，今天天气不好，在下毛毛雨啊，可能是比较久的时间没有运行，这有点生锈了，都长了青苔。这里又是个弯。我来到云南，发现感觉这里跟贵州、重庆很相像，都是山多，路陡，路的弯也多，开车不好开啊。继续走，应该马上快到隧道了。那这里有一块碑，它这些碑都是一种提示含义的，就像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，坡度有多少，长度有多少。前方那里是属于南昆铁路的一个隧道，基本上2个
铁路线路啊，都是沿着山谷行驶的。前面像 S 型一样的，在转弯处也要鸣笛，跟汽车一样。它可能也是怕有人进入到铁路线路里面来。前面这里应该就是水晶坡峡谷，还有一个水晶坡车站。我们应该能够看到那种传统的法式建筑，在铁路线上还能时不时看到一些老旧的这些钢枕。前面就是一个隧道，总共是155个隧道。这里也是来游玩的，他们是组团，走了差不多2、3公里，找到了第一个隧道。当年挖出来可不容易啊！这里还有一些标识，这个153，大家猜是什么意思？那这个有一个箭头，就是往前走，还是说其他的东西？哦，应该是其他的。它这里有一个挖出来像洞一样的，这个是干嘛的呢？给大家说一下，应该是当时铁路沿线职工，就是维修保养，就我们说的休息的地方。假如说有火车从里面进出的话，那人不可能站在两边，太危险了，他就站在这个安全室。往前走，不知道有多长啊，非常黑。我忘了带手电筒来了。这洞里面稍微好走一点，就是这些钢枕下面石头快跟钢枕平行了。我感觉这个隧道高度的话有7、8米。这里又是一个箭头，就是提醒哪里是安全的位置。那这里又出现标识牌，这些东西如果大家知道的说一下，我不太了解。墙壁上有120、115、110，那这个就代表这边隧道的长度到哪个位置。再看一下这个上面，这个发现没有，很多黑色的。那我们在陕北看到很多窑洞，顶部有黑色的，是被熏黑。那这里同样也是被熏黑。那很多人会奇怪，这是因为在上百年前以及几十年前，那时候火车是属于我们说烧煤的，还有那种蒸汽的，那就有可能会熏黑了，不像现在是电力的。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隧道是比较原生态，就是100年前的隧道。这里也算是一座桥，大概是18.2米。那前面又是一个隧道，它每个隧道前面呢有标识，在什么位置，有多长。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隧道，这个比较短，所以呢，它这里写了53公里630米处，长度55.88米。大家在这里就看得清楚了，不是太长。那这个隧道就跟刚才有点不一样，它加了一些砖、石头巩固，刚才就没有。左边看到没有？15、20，它一直到那边50，然后过去就完了。到了这边，我发现有点不一样，全是属于那些钢枕，而且下面那些石头跟钢枕基本上平行了。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当年修建这样的铁路不容易啊，完全是在山谷还有绝壁上开凿出来的。再看一下这里，又是一个隧洞。那这个是从昆明那边过来第4个，那边是第5个，它这里都有数字的。53公里733米处，隧道的长度7.99，这里确实很窄啊，而且这里有点像加固过的，也完全是在大山里面开凿出来的。我感觉这个可比挂壁公路难多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提醒，是下坡，
长度180米，坡度21/21.3，挺有意思的吧？所以来到这里都一目了然。走在这个铁路上面挺有意思的。我们现在经常坐的高铁看到的都是现在修的铁路，那么100多年的铁路，很多人可能没见过，因为这样久远的铁路还是比较少。今天就看到了，就是如今这个样子，跟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哇，在这个隧道里面，风超级大呀，很凉爽。前段时间我们在云南豆沙关看到了古今5道并行，那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3道并行。这里是属于滇越铁路，那个高的是现在南昆铁路，它是属于电气化嘛，因为现在铁路都是用电的。下面就是国道324，这里相对而言海拔高一点嘛，所以我来到云南，从昭通开始一直是穿着外套，包括今天也是。一开始刚才走了一点有点热，但是现在呢又冷起来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边，等一下就去一个以前的火车站看一下。走了这么久，确实发现这个铁轨太小了，在这个地方拍照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特别是如果在空中俯瞰下面3道并行，还是很有意思。但是由于现在在下雨，我们就不航拍了。这里是一个峡谷，叫水晶坡峡谷，相当于是这3道都是修在这个峡谷当中。看看下面这条国道非常繁忙，那个车流量是源源不断的。看了这个铁路，现在我们准备去看一下100多年前的火车站是什么样子。我没有沿着铁轨走过来，因为太远了，算起来有6、7公里。我就刚才走到隧道走了一段，然后开车来到这边，看一下离下面高不高，也有几百米。旁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南昆铁路，到了这一块已经分手了，一左一右，就是在山谷的2侧。然后这里有个小房子，大家猜一猜是干什么作用的？应该是值班的吧。我其实对火车、轮船、飞机这些都挺感兴趣的，只不过呢不是专业出身，很多资料不懂。那像这些采用钢枕是什么目的？采用水泥做的是什么目的？我不是太了解啊，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里面说一下，是不是这些？我走了很久了。这房屋有多少年了？是这里，水晶坡车站。这是不是有那种法式建筑的风格？100多年前的火车站就是这个样子，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。在几十年前乃至上百年前，这条铁路一直都在运行。不知道当年这个火车站热不热闹，反正从现在的布局看起来是非常小的一个火车站。